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丽姐。干红娘这行啊，也有些年头了，见过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，促成的姻缘也不少。可今天呢，我非得跟你们唠唠我手头这一桩，真的是让我印象太深刻了，就像一根刺扎在心里，拔出来都带着血珠子。咱这故事的女主角啊，叫玲玲，31岁，那模样长得是端庄大气，工作上也是一把好手，在公司里大小算个领导，手底下管着几号人呢。按道理说，这样的条件找对象应该不费劲，可现实却打了脸。玲玲这姑娘性格有点强势，啥事儿都得依着自己的心意来，特别注重自个儿的感受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婚姻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不着急。可我这双眼睛看过的人太多了，哪能瞧不出她心里的那股子焦虑劲儿。每次跟她碰面，只要周围朋友成双入对出现，她那眼神就开始游离，嘴角不自觉地往下撇。我心里就明白，她嘴上逞强，心里其实慌得很。再讲讲玲玲那择偶标准，哎呀，可真是不低。男方必须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最好是事业有成，家里还得有点底蕴。不说是什么豪门大户吧，起码也得门当户对。长相呢，虽说不要求貌比潘安，但得有修养，言行举止透着股子文雅劲儿，还得体贴入微。尤其是要能受得了他时不时冒出来的小脾气。我干这行这么久，像他这么挑剔还不自知要求过高的，真没几个。就说每次安排他跟男方见面吧，那准点到的时候少之又少，每次都得男方干等着。我这边电话催得急，他还慢悠悠地回我：丽姐，急啥呀？这事儿得看缘分，早几分钟晚几分钟能咋的？好不容易见着面了，他那双眼睛啊跟探照灯似的，专挑男方的小毛病。男方说话语气稍微直了点，他就皱眉头，跟我吐槽：丽姐，你听他那语气，硬邦邦的，一点都不温柔。这往后要是过日子，不得天天吵啊？还有一回，男方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，那也就是无意之举，他却一下子把手抽回去，私下跟我说：这男的咋回事啊？第一次见面就动手动脚的，太急功近利了，我可受不了。最让我来气的是，他还老拿我不急当幌子，掩盖自己那些个高得离谱的要求。前段时间我琢磨着给他介绍个靠谱的，这男方叫小周，35岁，身高1米80，那长相用现在小姑娘的话说，就是妥妥的大帅哥一枚，剑眉星目，鼻梁挺直。关键是人家事业干得风生水起，自己开了一家不小的科技公司，手底下员工好几十号呢。更难得的是，小周性格温和的就像春日里的暖阳，待人接物那叫一个体贴周到。我当时就寻思，这俩人一个条件出众，一个温柔多金，看着多般配啊，说不定这回能成。刚开始接触的时候，小周对玲玲那是没得说，每次约会提前好几天就规划好了，选的都是城里最上档次的餐厅，烛光摇曳，音乐轻柔。点菜的时候专挑玲玲爱吃的，还细心地跟服务员嘱咐忌口啥的。每次见面礼物也没落下过，都是照着玲玲的喜好来，什么大牌的包包，精致的首饰，就盼着能讨她欢心。不光如此，还带她出去旅游，一路上大包小包背着，玲玲累了就找地方让她休息，渴了马上递水，饿了提前订好餐，把玲玲照顾的那叫一个无微不至。玲玲每次约会完跟我通电话的时候，声音里都透着股子甜劲儿，微信上也时不时给我发几句：丽姐，小周这人真的太贴心了，今天带我去了个超美的地方，还给我买了礼物，我可开心了。他身边的朋友也都觉着这俩人看着有戏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能喝上喜酒了。可谁能想到呢，这第5次约会之后风向就变了。玲玲开始变得矛盾起来，嘴里说出的话也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。有一回她跟小周说：我觉得你是不是还不够上进啊？你看你公司虽然现在还行，可这竞争多激烈啊，你得再努力努力，争取更上一层楼。还有一次她又挑刺儿：你这人咋都不关心我家里人呢？我爸妈年纪大了，你平时也不知道问候问候，这往后咋处啊？甚至啊，她还时不时在小周面前念叨她心里的理想型，说什么既要事业有成，又得性格温和，还得有大把时间陪她，方方面面都得完美无缺。
小周听了这些话，当场就愣住了，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。他心里委屈啊，私下跟我倒苦水：丽姐，我自个儿觉得已经尽力了啊，公司那边忙得脚不沾地，还得抽时间陪他，礼物也没少送，旅游也安排了，可他咋就看不到我的好呢？老是挑刺儿，我都不知道该咋做了。我看着小周那失落的模样，心里也不好受，只能安慰他：小周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玲玲可能就是太在乎这段感情了，她以前错过了些机会，现在心里慌，所以才这么挑剔。你再坚持坚持，说不定她慢慢就想明白了。可事情并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发展。随着约会次数越来越多，玲玲的要求就像吹气球一样越来越膨胀。到了第8次约会的时候，她居然说出这样的话：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，不行啊，你是不是得给我买栋房子啊？咱们这也约会这么多次了，我觉得得赶紧把关系定下来，只有你对我足够好，好到让我无可挑剔，我才能考虑你。小周当时脸上一阵白一阵红，尴尬的手脚都不知道咋放。他没吭声，只是勉强挤出个笑容，继续保持着礼貌。可我知道他心里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。过后他跟我说：丽姐，我这前前后后花了也有小10万了吧，心思更是费了无数，可他咋就跟个无底洞似的，永远填不满。我心里这委屈啊，真不知道该咋说。玲玲呢，还在那儿强调，我这一辈子的大事可不能马虎。虽说我嘴上说不急，可真到了挑人的时候，我不得多看看啊。我就想找个各方面都合适的，赶紧结婚生孩子，安稳过日子。就这么着，10次约会过后，小周终于爆发了。第10次见面的时候，他眼眶都红了，直直地看着玲玲说：玲玲，我今天把话挑明了说，你真的太难伺候了。每次都说不急，可实际上呢，你根本就没打算真正接受我。你那些要求一道接着一道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你觉得我不够好，嫌我家庭条件还欠点火候，又说我没照顾好你家人。我为了这段感情付出了这么多，礼物送了一大堆，你眼睛里咋就看不到呢？我不想再这么浪费时间了，以后咱们别联系了，就当没认识过。说完，他掏出手机，当着玲玲的面把他拉黑了。玲玲当时就傻眼了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嘴巴张着，半天合不拢。她可能怎么都没想到，平日里那个温温柔柔、对她百依百顺的小周会突然这么决绝。她这才回过味来，自己一直以来光顾着追求那个脑海里虚幻的理想型，却压根没好好去了解身边这个实实在在对她好的男人。事后没几天，玲玲给我打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就听见她在那头抽抽搭搭的哭：丽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咋就这么糊涂呢？小周对我那么好，我都瞎了眼了，老是挑他毛病，提些过分的要求。我还以为以后能遇到个更完美的，现在才明白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人啊。我现在特别理解小周当时的心情，他是真的被我伤透了。我听着他在电话那头哭，心里也是一阵酸涩，叹了口气说：玲玲啊，你早该知道自己要求高的离谱，男人哪能都像你幻想的那样完美无缺啊。可你呢，有问题不沟通就知道抱怨，这下好了，把人给作没了。这事儿虽然过去了，可你得从里头吸取教训。婚姻可不是做买卖，不是你送了多少礼物，花了多少钱就能换来同等的回报。最重要的是，两个人在一块儿得互相体谅，找到生活的平衡，这样日子才能过得长久。说真的，干我们这行，心累的时候居多。每次碰到像玲玲这样的客户，我心里就像打翻了5味瓶，啥滋味都有。他们一门心思追求完美，结果呢，往往把真正适合自己的人给错过了。婚姻这事儿啊，讲究的是包容、理解，得两个人手牵手一起努力经营，而不是一方一个劲儿的索取，另一方只能干巴巴的付出。有时候我真想把这些大龄剩女们拉到一块儿，跟他们好好唠唠。姑娘们，你们的要求越高，心里的负担就越重。要是一直放不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标准，最后只能自己把自己关进孤独的小黑屋里。可我毕竟是个红娘，能做的也就是在背后看着，默默的叹气，偶尔给他们指一指方向，盼着他们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玲玲的事儿给我敲了个警钟，我也希望每一个还在相亲路上奔波的人都能从她的故事里学到点啥。
婚姻不是战场，不是你争我夺，非得拼个输赢，也不是交易所，明码标价，等价交换。它需要的是两颗真诚的心，相互理解，共同为未来努力。希望每一个正在寻找爱情的朋友都能擦亮眼睛，明智地做出选择，珍惜身边那个实实在在、真心对自己好的人。别再一味地追求那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完美对象了，毕竟，生活中的烟火气才是幸福的真谛。你瞧，这就是玲玲的故事，也是给大家伙儿的一个提醒。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好姻缘，和和美美的。